有人说李白是个假诗仙，他才是唐朝官方唯一认证的诗仙，甚至他还用文字征服了日本人，就连天皇都是他的小迷弟。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他堪称唐朝诗人的天花板。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才华横溢之人，却是一个杀人凶手，他就是香山居士白居易。那么他是怎么成为了杀人凶手的呢？为什么又说白居易是日本文化的征服者呢？在我们的印象中，只要一提到唐诗，那必定是李杜诗篇万口传。但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白居易的诗文在国外的流传度甚至远超李杜二人，尤其是在日本。而且白居易在日本有个头号铁粉，叫做嵯峨天皇。他睡觉的时候都把白居易的诗集放在枕头下，甚至他崇拜到还把白居易的诗定为了考试必考内容。因为天皇喜欢，所以当时的大臣学子们都流行读白居易的诗，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日本当时的文化风格。比如被誉为日本小说巅峰之作的《源氏物语》，其中就大量引用了白居易的诗句，而白居易的《长恨歌》诗中的意境更是贯穿着整本书。因此日本人称白居易是日本文化的恩人，甚至还把他奉为日本的文殊菩萨。其实白居易不光在日本影响大，在当时的唐朝也同样有影响力。我们都知道李白被奉为诗仙，但是白居易才是唐朝的诗仙，这个称号是当时的皇帝给他取的。公元846年，白居易去世之后，唐玄宗李忱写了一首诗来悼念他坠玉莲珠60年。谁叫名禄作诗仙，浮云不计名居易，造化无为自乐天。可以说白居易才是唐朝官方认证的诗仙，而李白则是民间的诗仙。但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所以在清朝之后，诗仙就成了李白唯一的专属称号了。但是白居易在某些方面可以堪称唐朝诗人的天花板，比如他活的时间长。如果唐朝诗人按照寿命来排序的话，那白居易可以排第4，他一生活了75岁，除了排名第1的贺知章活了86岁以外，剩下的就是任凭明月下西楼的李益活了84岁，还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罗隐活了77岁。可以说没有几个人能活过他的。而且白居易不光活得久，官做的也大。他最后官职从2品的太子少傅，在唐朝时期，宰相也只是正3品。但是官做的最大的还不是白居易，而是写下锄禾日当午的李绅。他死后被追赠太尉正1品官职，虽说官职比不过李绅，但是白居易非常有钱。他在池上篇一诗中写道：10亩之宅，5亩之园，有水1池，有竹1000竿。据记载白居易晚年在洛阳买了一处占地17亩的大院子。按照唐代度量衡计算，唐朝时1亩地相当于现在的0.81亩，也就是约540平方米。17亩的大院子，也就是9180平方米。如果按照1000块钱1平的房价，白居易都是妥妥的千万富翁。而且白居易不光有钱，他的诗还写得贼多。据统计，白居易至今流传下来的诗就有3000多首，而李白流传下来的诗大概900多首，杜甫也才1400多首。因此白居易又被称为诗王。但是写诗最多的还得是我们的乾隆爷。据记载乾隆一生写了大约4万多首诗。白居易有钱有才，活得又久，可以说是唐朝读书人最羡慕的对象了。那么为什么我们前面又说他是杀人凶手呢？有一句话叫做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6月寒。白居易就有一首诗把一个女子讽刺到了绝世而亡。话说白居易的好友张殷有一名小妾，名叫关盼盼。这个关盼盼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还精通诗歌。白居易更是称赞她最娇盛不得蜂鸟牡丹花。可惜没过多久，好友张殷因病去世，但是关盼盼没有忘记张殷对她的好，立誓终身不再嫁，要为张殷守节。本来以为这样为夫君守节是一件值得尊重的事，但白居易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关盼盼做作，还写了首诗来讽刺他。这首诗叫《感顾张土射诸骑，黄金不惜买蛾眉。捡得如花3、4枝，歌舞交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这首诗的大意为当初不惜花费重金买下了他，费心尽力教会他歌舞。可张殷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了，然而他却不跟随张殷一同离去，
据说关盼盼收到这首诗后，悲痛到绝世而亡。为此，诗人怒骂白居易笔杀关盼盼，欺人太甚。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首被流传的神乎其神的诗，其实并非是写给关盼盼的，而是写给张殷的父亲张建峰的。白居易的这首诗原名为《感顾张土舍诸记》，这题目中的张土舍诸记实际上指的是张建峰。张建峰曾任尚书右仆射，因此题名为张土也。那么，到底是谁在抹黑白居易呢？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一个明代叫做陈彦之的诗人，他心血来潮做了一首诗：仆野新牵糊涂游，美人犹在水边楼。乐天才思如春雨，断送残花一夜休。陈彦之误把张殷的爱妾关盼盼写成了他爹张建峰的小妾，他还造谣说白居易写了一首诗，导致关盼盼被逼死。看来键盘侠自古就有。其实关盼盼痴情的一生，白居易对他是十分敬重的，因为白居易也是一个痴情之人，他的一生心里也只装着一个人。公元772年，白居易出生在河南郑州自乐天好香山居士，他的名字来自于中庸，故君子居亦以司命，而他的乐天则来源于周易中乐天之命故不忧。从他后来的一生来看，白居易还真是不中不庸乐天之命之人。据清代学者罗振玉的考证，白居易的父母还是近亲结婚，按辈分来讲，白母还是白居易的表姐。其实在唐朝那个胡汉混居的年代，这事并不新鲜。公元782年，因家乡发生战乱，11岁的白居易随家人搬到了安徽宿州府里，而白居易也再次遇见了他爱了一生也负了一生的女子香菱。香菱是白居易的邻居，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从两小无猜慢慢变成了两情相悦。为了能给香菱一个美好的未来，16岁时，白居易带着他的应考之作《赋得古原草》送别，来到长安拜叶大诗人顾况。因为当时唐朝科举是不糊名的，能得到大佬的提携更加容易中榜。当时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姓名时，就打趣地说道：“米价方贵，居易服役长安，物价非常高，你想白居住恐怕很不容易啊。”然而当他读到梨园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由得拍案而起，说道：“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就算白住也没问题了。”而年轻的白居易也凭着这首诗在长安诗名大噪。后来白居易为了应对将来的科举，又回到了府里，开始了闭关苦读。白居易不仅是个少年神童，而且比别人更加努力。据他在自述苦学一诗中写道：“昼课赋，夜课书，兼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枝，手肘都磨出了老茧。”虽然白居易读书很辛苦，但是有美丽温柔的香菱陪伴，他的心中便再也不觉得苦。为此，他还写下了一首《林女娉婷15胜天仙，白日嫦娥汉地莲》。然而这段感情很快就被白居易的母亲发现了，烂俗的情节开始上演。白母认为白居易将来是要考中进士的，儿女情长只会影响他。尽管母亲百般阻挠，但白居易并没有丝毫的动摇，相反，他更加坚定要考取功名回来就迎娶香菱。公元800年，29岁的白居易去参加科考，在路上，他向上天祈祷，希望他能高中，希望他和香菱能终成眷属。于是他写下了那首《长相思》：“人言人有怨，愿至天必成，愿作远方寿。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是不是感觉很熟悉？据说这首诗就是《长恨歌》的雏形。后来白居易果然进士及第，而且还是那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位。心情得意的他写下了《慈恩塔下提名处17人中最少年》。他认为现在终于可以迎娶香菱了，于是赶回了府里，却没想到再一次遭到了母亲的反对。虽然你有功名在身，但是又没有官职，如何养家？白居易无奈之后妥协，在与香菱短暂相聚10个月后再次辞别。而这一走就是4年，对于相爱的人来说，那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公元804年，白居易通过了吏部的选拔考试，任朝廷校书郎，需要治家长安。此刻的他再次苦求母亲允许他和香菱办婚，然而母亲又以香菱只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乡下村姑为由拒绝了他，甚至在全家迁离时还不允许他和香菱见面。
而且白母还痛斥儿子不孝。在古代，不孝是大罪，白居易无力反抗，此后只好用不结婚来做无声的对抗。公元806年，白居易升任西安州知县尉，在此期间写下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比如那首《长恨歌》，诗中那一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不仅是在惋惜唐阳的死别，更是在恨自己和香菱的生离。据说《长恨歌》一经问世，顿时洛阳纸贵，上至百官，下到民众，纷纷超越传唱。在白居易给元稹的信里就提到，有个军官找了一名乐妓，结果这个女人直接开了个很高的价钱，然后自豪地说：“我可是能唱白居易《长恨歌》的人，你当我的咖位这么低吗？”凭着这首诗，白居易基本坐稳了当时诗坛的头把交椅。后来感情不顺的白居易，把自己所有的热血都挥洒在了百姓身上，准备实现他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他爱民如子，亲自下田了解百姓生活，为山河高呼，被苍生呐喊。于是他就写下了那些字字泣血，体现民间疾苦的诗篇，比如关义迈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一岁，左臂悬臂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书税尽，使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是农桑。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就此诞生。公元808年，白居易被升为左拾遗，他更是兢兢业业地承担起了进言之责，将百姓的疾苦、官员的腐败都化作诗篇献给君王，希望他能看到社会现状，更好地为百姓谋福利。然而，此时的白居易也已经37岁了，为了对抗母亲，他还一直单身。白母此时终于心急了，见说服不动固执的儿子便以死相逼，百般无奈下，白居易只好娶了母亲眼中门当户对的女人杨氏。待结婚当晚，看到枕边是一个陌生的面孔，白居易再也抑制不住对香菱的思念。于是，在那个绵绵细雨的秋夜，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夜语：“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场。”我从没有想到过，这种言情小说里的句子会出现在现实。公元815年，白居易因武元衡遇刺案直言上谏而受到牵连，被贬为江州司马。此时，白居易的人生也从经济天下的理想慢慢转变为了独善其身的悠闲自得。他的诗中再也见不到百姓的疾苦，有的只是晚来天雨雪，能饮一杯无的闲事。而就在白居易赴任的途中，他还遇到了心心念念的香菱，只是奈何造化弄人，现在他已为人夫，而香菱还一直未嫁，又因白居易当时皇命在身，不得不赶去江州报道。当然，有些人一旦错过了，就是一生的遗憾。待安顿好一切后，再去寻找香菱时，他已经踪迹全无。这一场跨越20多年的爱恋就这样告于段落，从此天涯陌路，山水不相逢。也就是在此期间，白居易写出了在中国文学史之中描述音乐最美丽的诗歌《琵琶行》。诗中那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知能否让你回忆起埋藏在心底的那份感情呢？元和15年，白居易被调回长安，但当时正值朝中游离党争愈演愈烈，他为了独善其身，又选择了请求外放。此时的他早已没有青年时的雄心壮志，可讽刺的是，独善其身的白居易反而官运亨通起来。他连续出任杭州、苏州、洛阳等地的地方官，直到退休都身居高位。为了逃避黑暗的现实，他也开始酗酒，纵情声色。到了晚年，白居易蓄养了很多家妓，可却再也没有一人能让他真正心动。即便是樱桃凡素后，杨柳小蛮腰，那也只是美丽的皮囊。他也曾试图将香菱忘记，可是他早已牢牢地长在他的心里。正如他写的那首《梦旧》，平生意念消磨尽，昨夜因何入梦来。此时的白居易也早已疾病缠身，已经没有了什么牵挂，唯有那一份爱而不得的初恋，让他始终放不下。终于，他在写下那一句“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后，于公元846年彻底长眠，享年75岁。我想，白居易晚年之所以纵情声色，可能正因为那一句：当一个女人错过那个她最想嫁的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挑剔；当一个男人错过那个他最想娶的人，就会变得越来越随意。挑剔是因为谁都不如你，
随意是因为反正都不是你。